我分别用英语与中文问了 ChatGPT 几个在中文网络上的最危险的问题，然后他的回答十分令人惊讶。大家好，我是文笔比刀剑更有力。今天要给大家讨论一下如今火出天际的 ChatGPT。其实我在私下已经跟有些网友聊过关于 ChatGPT 的事情，而且在那个时候我已经保证说我会做几期关于这个 ChatGPT 的内容。就在这几天，甚至我那不问时事的老父亲也都知道 ChatGPT。我想绝对是时候了，我要做这视频了，否则就太晚了。那今天在这个视频里，我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ChatGPT， 说一下我问了 ChatGPT 中文网络上最危险的问题这事情及结果。最后会给大家分享一下现在你怎么可以利用 ChatGPT 赚一点快钱小钱的方法，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那首先呢，就是迅速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ChatGPT。 我相信很多网友已经都知道了，它是一个超巨型的自然语言处理神经网络训练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什么要叫它超巨型呢？因为它这个模型当中使用的参数，如果大家熟悉数学建模的话，就是如果你建模需要有一个多变量函数，函数里面有多少的变量就是多少参数。一般大家在中学、大学学习过程中用到的函数里的变量一般绝不会超过100。 ChatGPT 的参数数量可不是100、1000、10000，而是1/750亿个参数，也就是1后面有11个0这样级别的数。这在仅仅3-4年前，就是搞人工智能模型的专家都无法想象。不过现在有更大的，有人在做5000多亿的参数的模型，比如谷歌的 PaLM 模型。那为什么要这么大量的参数呢？让我们先来回答一下，为什么人有超出其他动物的智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内的脑细胞有800亿多个，然后脑细胞与脑细胞之间的链接平均可以达到6000左右。在很早之前就有人猜想，如果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它可以达到像我们脑细胞的数量乘以脑细胞之间的链接这样的几百万亿数量级复杂度，也就是1后面有15个0这样的数，那有可能这样的系统本身就可以产生与我们人类类似的智能。现在 ChatGPT 之类的这种人工智能模型就在朝这个方向走。这也就是为什么突然之间大家都发现 ChatGPT 突破了以前所有我们对人工智能的看法，它现在的能力很大的原因。在这短短几个月当中，大家都发现 ChatGPT 可以用来干很多事情。它可以帮你写文章，不需要你自己写；它可以帮你写代码，程序员的工作就危险了；它可以给你投资建议，告诉你怎么赚钱；它可以跟你聊任何方向问题。我们整个教育体系有可能会被它改变，基本上大家想得到的它都能做到。我现在还记得最近网上看到有一位网友的评价，他说到了他以前认为，当我们人类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有可能因为机器人的普及导致体力劳动工作者会被淘汰掉。但是他没有想到，随着 ChatGPT 这种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反而首先被淘汰掉的是文职类的工作。我们不得不感叹，历史总是会不以我们的主观意愿而发展前进的。好了，扯远了。不过在我讲述我与 ChatGPT 讨论几个在中文网络上的最危险的问题前，希望大家能在这个视频下留言分享你是否使用过 ChatGPT， 以及你对 ChatGPT 的想法，谢谢。现在言归正传。我最近问了 ChatGPT 2个问题，一个是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是习近平与维尼熊之间的关系。因为 ChatGPT 懂得各种语言，所以呢，我就用我擅长的英语与中文各自询问了这2个问题，结果得到的回答十分令人惊讶。大家看，首先我先用英语问了一下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英语输出的回复完全中立，既阐述了中国大陆的主张，也阐述了台湾方面的主张，不偏不倚，就告诉你
这是一个争议问题。基本上他的辞令就是一个很好的外交发言稿。大家可以看到我叫他翻译成中文的回答。得到这一答复后，我反驳了 ChatGPT， 说我认为你错了，台湾是一个国家。ChatGPT 英语回复依旧不偏不倚。我接着反驳 ChatGPT 的回复还是不偏不倚。大家可以看翻译成中文的回答。之后我用繁体中文问了同样的问题，繁体中文的回复一开始也是不偏不倚。第一次反驳了 ChatGPT， 说台湾是一个国家，回复依旧不偏不倚。第二次我反驳了 ChatGPT， 说台湾是一个国家，回复变了。ChatGPT 说他愿意尊重每个人的观点，然后说根据你的观点，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最后我用了简体中文问了同样的问题，简体中文的回复一开始也算是不偏不倚。大家可以仔细检查这3个版本的第一次回复。第一次我反驳了 ChatGPT， 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回复立马变了，先道歉，并说多数国家不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这是英文版与繁体中文版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大家可以仔细看回复。我接着反驳，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ChatGPT 竟然同意了我的话，说我的说法是正确。没想到简体中文版的 ChatGPT 辩解得如此之快。好，我们现在来看看习近平与维尼熊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ChatGPT 是怎么回答？首先我还是用英文问，结果ChatGPT 极其爽快地说出了一堆话，大家可以看它的中文翻译，我就不再复述。然后我用简体中文问了同一个问题，回复感人。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回复说什么。我说他瞎说，他依然十分的嘴硬。很明显的，简体中文的版本不具有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相信现在大家都会有个问题，为什么英文版跟中文版会有很大差别？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在这个视频里没有时间展开说。接下来几天，我会做几个关于 ChatGPT 的视频，会有视频专门讲这个问题。但是在这里简单说一下，其实大家有可能猜到，其实这跟这个2个版本 AI 的训练数据库很有关系。人工智能使用的数据库一般都是开源的，也就是在互联网上能找到什么信息就作为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库。那大家只要想一想中文互联网、英文互联网的巨大区别，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这2个 AI 的回答会不一样。虽然我学过好几门语言，但是只有中文与英文的语言水平可以让我自由地与 ChatGPT 进行交谈，并同时判断它的回复的质量。若有精通其他语言的网友，可以试试看用你精通的语言来询问下 ChatGPT， 看看答案跟英文或者中文有什么区别。若得到什么有意思的结果，也请不吝在留言区分享。感谢大家一直看到现在。最后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使用 ChatGPT 赚点快钱小钱的小贴士。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到那些零工网站上接下翻译或者是写短文的活，然后用 ChatGPT 来交货。有一点相信大家也会意识到，这样的活在不久的将来会消失，但我相信还有点时间差，给大家赚点小钱。如果你通过我说的这个方法赚到钱，希望你能在留言区里面分享你的经历和经验。好了，我是文笔比刀剑更有力。感谢大家在这里听我说新闻，希望大家经常回来看看。谢谢。